嗨，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 UE Tarot 尤伊塔罗。今天的占卜题目啊，是我们要来看看这段关系，我该选择留下或是离开？离开我会过得更好吗？留下我会有更不一样的人生吗？那在开始占卜之前，先为大家抽出一张验证牌。好，你们这段关系啊，有一个啊是一直在无私的奉献哦，奉献自己的爱，奉献自己的行动力。所以有一方的这个爱啊，他不是光说不练的哦，他是真的会去实行出来。他宠爱着另一方，几乎已经予取予求哦，甚至连自己都奉献上了。他把所有的都给了的感觉哦。然后是，如果外在如果他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他就会付出自己的行动力。比如说你缺什么啊，我去帮你买；你缺人跑腿吗？我去帮你。是一种有服务的行动的爱。那么另外一方呢，就感觉是比较被宠爱着的那一方哦，好像很会索讨。就偏偏就会讨一些讨爱这种刚好就是碰到对手的感觉一个爱付出啊，就一个爱讨爱那这个啊就被当成如珍珠般在呵护，好像掌上明珠在呵护的感觉哦。那我有点感觉到说，有一方啊，就是被呵护的那一方啊，其实是有一点任性，有一点操控的哈。那他的这个任性是蛮自我的，他觉得我就是做自己就好啊。他的个性有一种很天然的、浑然天成的自我，浑然天成的自我放纵哦，这种感觉好像他也蛮幸运的，可能他过去的人生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身边的人事物好像都会不自觉的配合他。他就是好像只要好好的做自己哦，就好了耶。这个人的命感觉蛮好的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宠他，很明确的就是这样。那你看这张牌很可爱哦，它是小精灵骑着一只蜜蜂哦，蜜蜂为它采蜜产蜜哦，然后这个小精灵就拿去它的蜜，有没有？这样比较清楚。一只蜜蜂被小精灵这样子驾驭着，蜜蜂所采的蜜在这一罐，这一罐呢在小精灵的手里。也就是说，好像有一方是耕耘哦，另一方是在收获着，但是两个人呢又配合得很好，看似配合得很好，可是啊，有一方终究是会累的嘛，因为你看啊，它蜜蜂本身就没有要承载人嘛，但是他却自己亲自背负了这个重担，甜蜜又沉重的负荷，背着他在采蜜哦。所以有一方是感觉已经要消耗了，快被消耗到飞不起来哦，消耗到好像产能开始降低，就产蜜的量也开始降低。但另一方呢，还是觉得你就继续啊，你就是应该啊，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这种感觉，有一点小任性哦。这个大致是
是这一段的关系，那你们就当做验证哦。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一段关系有一点点哦，是在滋润着那个被滋养的那一方。那被滋养的那一方呢，仿佛好像看不到另一方的，有一种不知道是故意忽视还是怎么样，有点忽视他的爱，忽视另一方的爱，就是呈现一个我就是要看到实质的东西，我才可能再往下一步。但是这个他永不满足的一个，他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心态，会觉得你给不够啊，我还想再看看你有没有更多。那殊不知这一方付出的这一方呢，已经付出了所有了，他觉得我好像也再也变不出什么给你了耶，我只剩下我自己。好，那另一方呢，看的是比较实际的东西，会觉得人生不可能，爱情不可能是要一个稳定的爱情，不可能是友情饮水饱嘛，要有实质的东西啊！你要给我实质的东西，我想要再看到更多，有一种在索讨、虚所无度的这种能量啊。好吧，那我看大概验证牌就解到这里，你们就去对应看看有没有准哦。有准的话就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准，可能就是要再麻烦你重新选择。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你呀，该选择离开或是留下，两个的发展方向大致会是如何？好，那么今天一样是会有延伸占卜的哈，就是我们的隐藏占卜。那隐藏占卜的话，我们就会就等一下解出的牌面再来去细看我们要解什么哈，就实际上离开或留下会经历什么，我们就解清楚一点，以及宇宙的建议。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该选择离开或留下呢？宇宙啊，请你告诉我，选项1的朋友对于这段关系，他该选择离开或留下呢？离开的话，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留下的话，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好，这组了2张，这是离开，这是留下。好，那再来抽几张看一下哦。我目前是感觉，离开或留下的能量都蛮好的哈。那离开的话，好像是成就自我；留下的话，好像是真的会有这个感情会有结合哦，会顺利往下发展哦。那我们再看仔细一点，看离开的话会怎么发展呢？选项1的朋友，如果要离开这段关系了，那么你的人生会更好吗？会有什么发展呢？再看一张，有趣。好，离开的话哦，就是那个真的是成就自我的能量哈。有一种你应该要先重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快要，我感觉你是那个一直在掏心掏肺哈，为对方付出的那一方。这边呢是有说哈，你如果离开的话，是有一点点在储备自己的能量，你会让自己的能量会得到更好的，有一种休息啊，
就是你之前可能真的很累耶，那变成是说你让这个动力呀回收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的爱呀开始给自己的时候啊，你看哦，你之前是滋养别人，把它滋养成滋滋润润的吼，那回到你自己身上那个力量会有多强？你先爱了你自己啊，之后哦，宇宙会为你开启很多扇的门。首先呢，第一个，你的压力，因为其实你的付出已经有一点点在压榨自己了。那这个的有一种强迫症的感觉，你知道，就是你碰到这个人，你就强迫自己一直在做事，在劳动哦。这已经有一种感觉是一种不太健康的付出了，因为你是在掏空自己的能量，滋养别人。那首先就是你的这个力量会回到你身上，然后呢，会释放掉这个沉重的感觉。你可能稍作休息之后啊，你就可以再重新出发哦。然后你出发的时候，我的感觉你会比较偏向哦，好像会有一些海外机会的发展耶，比较像是成长你就是让你自己的人生往前哦，让你的视野更开阔，不排除是你的未来的发展会更好哦。你之前有一种被困在这片森林，也许就举这张牌的例子，你是一只小蜜蜂，那被困在这片森林，你本来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后来你发现说，不对啊，我怎么飞来飞去都是在这里，而且我在产蜜耶，产的蜜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你可以，我有感受到哈，还有另一个族群是可能跟职场有关的哦，就这个职场是在压榨你的，你产出来的作品，你产出来的成果也都是别人的，荣耀归别人哈，劳动归自己，努力是自己的，但是呢，荣耀却是别人。那如果你是刚好也想要了解一下职场的话，有部分是要给这个关于职场讯息的，给这样的族群哦。那在情感上呢，如果是离开这个对象，你的人生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而且是前进到不只是森林，是一片大海、海洋，好像有一种可以跨到另一岸，然后是另一个国度，一个你没有亲眼见过的国度的那种感觉哈。你跨过去的，你迎接到的丰盛会是无法想象的。然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好像重生的感觉。这次的重生就是为自己而生。那当你开始为自己的时候呢，宇宙就会让很多的机会主动向你靠拢。看起来就是那个好像一路亨通就是也会有伙伴啊，有支持你的人，也会有钱就是成就也会有哦。所以你可能真的付出的是很多，那当你把这股 power 集中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得到回报的将是你自己。好，那这个是大概的走向，我们来看看，如果留下的话，看看留下的话会怎么样。好，选项2的朋友，留下会更好吗？在这段关系当中，这是对他的人生、他的
未来会更好吗？我的感觉选项1的朋友好像是阳性能量比较强，那你在跟你这段关系中的另一个对象，感觉是阴性能量比较强。有一种就是阳性能量在一直守护着阴性能量，是那个给予那个实质上的付出的那个定位的角色。我觉得这一段关系有一点毒欸。为什么说毒就是虽然如果说你选择留下，看起来这个关系会往前推进可是推不到你想要的那个境界。有一种吊着你的感觉，对方有点吊着你，给你一点糖吃，你就往前一点，用诱饵在引导你一步一步向前。然后当可能要进到承诺或者是确立关系的时候，他又会用另一个方法，可能回避，或者是打模糊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或者是说还有一个解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会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啦，就是要走到合你心意互相都有承诺，可能需要蛮长的时间，需要一些度过重重的挑战跟困难。所以我不排除有一方是还有困在别的人事物当中，就不一定是三角关系啦，可是就是也有可能是他有别的事情捆绑着他没有办法抛开。那关于这个没有抛开的人事物环境等等你是需要很有耐心的去一一帮他松绑的，所以你会费很多力气，你会不知不觉你的就有点消耗掉，但是呢又看似有我们好像在一起，又说不上来有一个实质的这种关系。然后呢，你就是其实最后呢，你会清醒过来。那清醒过来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就等一下来延伸占卜来解一下好了。因为看起来有一个你还是会做出一个决定的能量，要么就是决定我就继续跟你拼啦，这种感觉，我就继续这样吧，我认了；要么就是决定毅然决然的离开，因为好像看不到你想要的未来，看得到好像拿不到。好，这个我想大概就是今天的我们 Part 1的解牌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给选项1的讯息。那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当你做出了选择未来你们这段关系实际上将会怎么发展会有多好的情况，那欢迎你加入我们
Patreon 订阅制的会员。那么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棘手又复杂的话，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哦。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我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详细资讯。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祝福。也感谢您的订阅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力量。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嗨，亲爱的选项2的朋友，这里是 UE Tarot 由伊塔罗。今天我们的占卜题目是要来看看，我该离开或留下。关于这段关系，离开他我会更好吗？留下我会更好吗？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抽出一张验证牌，来看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哦。那验证牌你们就听一听，如果觉得符合的话，就可以继续留下；如果不符合，就麻烦你再回去重新选择哦。好，这段关系啊，真的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哦。因为这边感觉到的是那个，可以讲吗？就有一种那种鱼水之欢啊，就是你们2个双方哦，他有一方实在是太美好、太特别了哦，就是一直展现着自己的魅力，那另一方就是深受吸引，已经会好像全身心灵都被他吸引到，觉得说好像是很需要他，然后甚至会觉得有一种祈求他可以为自己停留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对方哦，是一个很好像可以被大家看见的人，是一个好像有蛮多人喜欢他的人哦，有不乏蛮多追求者或者是小粉丝这种的，因为他真的好特别哦，他特别到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一样哦。它就像是天边的那一道彩虹哦，感觉是比较稀有的。那在你一个好像就是一般平凡人的人生啊，就我们正常的人生当中出现这一道彩虹啊，会让你觉得说，没有办法不看向它，因为它就是那么的美好嘛，它就是那么的吸引人。那当然，彩虹嘛，就举这张卡哦，彩虹的出现不会是只有你看到，别人也会看到嘛，对吧？那我觉得啊，你们这一段关系不排除有一些是，比较像是先有性关系的，就是你们其实也很享受在其中哦。那这个是很和谐的，对方就是在这个应该是说，有一方是比较被很多人追随的嘛，大家需要他。可是当你们在比较私密的空间的时候，他变得很需要你耶，是相反过来的。你们其实啊，都是彼此眼中的那个很特别的存在，只是看起来他比较光彩夺目，看起来他是被大家需要，而他需要的是你，有一点这种感觉。好，那这个，好，我还有感受到哈，
有一方，也许是你，会觉得其实这样走下去真的好吗？自己其实也有一点觉得说，我是不是该退出啦？我怎么竞争得过其他那些喜欢他的人啊，或者是他的小粉丝啊等等的？所以你才会点进来看这个影片嘛，就是你本来可能也是他的小粉丝之一哦，但现在突然觉得有一点不想要再继续这样的关系了，感觉他都看不到我。好，那 Yui 这边是有感觉，就是其实你们是彼此需要的哦。那这是初步的验证哈，就听听看。好，如果有符合你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来抽牌喽。就请你告诉我，选项2的朋友如果离开，会是对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会更好吗？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是离开。好，那留下呢？如果他选择留下，再加抽一张哦。选择离开的话，可以选项2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呢？留下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呢？好，我目前这边接收到的能量啊是，离开的话，我们先看离开。离开的话，我是觉得你应该会很难过啦，就是双方都会蛮惋惜的。好，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有觉得说，好像离开是对你来讲是比较健康的，你想要珍惜你自己啊，你想要踏上你自己人生的旅程，纵然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好像仿佛看似就是应该要爱自己的时刻了。那再来看这边我再讲一下这边呢，这边如果是你选择留下，你会觉得你好像只是旁观者的其中之一，你好像只能在旁边当一个陪衬的，你好像只能默默的为他祝福，默默的为他加油，默默的支持他，甚至你会感觉到很伤心，然后不知道多少个夜晚自己偷偷的默默的流泪哭泣。可是你知道吗？我感受到了一个能量所以纵然你现在看起来基本的调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像会有转圜嘞。就是我们来详细抽牌看看好，如果你选择离开，就好，请你告诉我，选项2的朋友，如果他选择离开，他未来的人生会怎么样呢？会更好吗？还是会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呢？我这边是有感觉说就选项2的朋友本身条件也是很好的如果是你是在追星啊或者是如果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因为有感受到有部分族群是这个能量就如果你觉得这个人都看不到自己，但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很显眼的存在你本身条件Yui这边感觉是很好的所以呢，你可能会面临到会有新的追求者，而且感觉很快，而且你不乏你身边不乏追求者好，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就虽然
也是开心，也是欢乐，但是就是觉得好像心中还是少了那么一块，就有遗憾的感觉哦。虽然你会跟可能新的对象啊，或者是你到了新的环境啊，就是你做了这个转换之后，你会觉得有啦，有欢乐，有丰收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某一个角落还是空空的，空掉了的感觉，好像你应该要开心的啊，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开心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组真的很奇妙。好，因为 Yui 主要是用通灵的方式嘛，在这边的时候就已经感应到说，好像会感觉有一个反转哦。啊，抽出来的牌真的是很对应，所以我也很好奇，待会因为今天是有延伸占卜的嘛，待会延伸占卜啊会怎么样？这个详细的走向，Yui 也很好奇。好，还有没有呢？宇宙啊，如果离开选项2的朋友。多我的感觉是，你如果想要自己离开，你也离得不干不脆的感觉，你其实是有眷恋的。你只是理智上觉得说自己应该要离开，但是好像，有某一些层面，其实你知道你好像做不太到，有一点遗憾的感觉。还有什么讯息要给我们呢？宇宙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这样子解咯。哇，有吗？有，好。我觉得啊，你离开之后你的那个个性会有一个反转呢。也就是说，你现在啊，可能如果你现在的让他的感觉是那种比较温顺比较乖巧的那你离开之后啊，你好像会有一个不同样貌的呈现你自己的方式，可能就变成一个叛逆的或者是酷酷的就是你的那个有一个纯真的东西，纯真的心会关起来，你就会用另一个面向来展现给接下来的不同的感情对象了。所以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呢。你会把那个纯真善良的自己可能就会存放在自己的心里的某一个角落里，就不会再让它出来了。有一种从这个关系当中学了一个教训，学了一个经验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你会比较封闭自己的心，就是在未来，你会给别人可能以前你可能是温暖热情的，那之后你的呈现就会是理智冰冷的，有距离的。倒是没有说不好啦，就是稍微感觉是受伤了，你可能就是要对付你这个心里的这个缺憾，去面对它。我感觉是比较偏你心里会受伤，然后你需要疗愈。你的这个人在宇宙眼中很重要，所以呢，看起来的牌面都是以你为主，他不想要你那么难过。所以他会建议你说，好，如果你选择放下就是离开的话，不等他了因为就是有很多族群嘛，有可能是暧昧断联，有可能什么分手吵架，或者是还在交往中，这个不管就是如果你选择继续你选择离开这段关系，不等待了，那会有一种你把自己的心门关上。那心门关上，你的理智告诉你说离开比较健康，但心门关上又是健康的吗？这个问题就是要留给你去思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选择留下来的话
因为这看起来牌面有这个嘛破碎的心，但不要紧张哦，因为 U 有感觉好像会有一些蛮意想不到的。好，如果选项2的朋友选择留下等待，等待这个他心中的这个心仪的对象的话，他的人生会怎么发展呢？会更好吗？是会有好的结果吗？宇宙啊，请你告诉我们。哇，又有感觉到你真的心蛮受伤的耶，因为你现在是无论选择离开或留下，你的那个能量都有一点点忧郁哦。那宇宙很看重你的心，他不希望你这么忧郁，他希望你开心起来，你明亮起来。你好像曾经有过那个很明朗、很明亮的自己，但在这些年当中，你好像一步一步的在关闭。然后加上说这个对象因为太特别了嘛，有一种你想要再给自己最后一次纯真的机会，但是呢，却没有感觉被珍惜。好，因为感觉只是好像旁观者的一员，小粉丝中的一个那种感觉。好，继续看。选择留下，你还是很伤心啊，就是会觉得怎么好像没有办法踏进他的心里，没有办法真正的到他身边的感觉哦，没有办法融入他的圈子。你继续看哦，还有吗？会有什么更好的吗？有选项2的朋友，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呢？他值得等待吗？就是或许啊，你现在看起来很受伤啊，可是有一种只要你坚持下去啊，总有一天就是你的那种感觉。我有接收到一些讯息，但我再抽一张哈，我想再看一下，等一下再讲。好，好，那我现在就讲哦，我刚刚接收到的讯息，就是说有一句话要给你，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人，你选择这个人，确定了就不要动摇，路对了就不怕远，那你就要想说，你愿不愿意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纵然前面看起来过程是辛苦的，你会觉得你得不到一个实质上的东西。好，那你要想一想，那实质上的东西对你真的重要吗？有可能这个人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办法给你一些承诺，没有办法给你实质上的，可是看起来他会想办法往那个方向去。就是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就是坚持待着，成为他那个生活中就是不可缺少的氧气。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分量嘛，跟别人差不多，其实没有你在他的眼中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能量的存在哦。有一种其实你们是互相需要的，但是却那个比较被人家看到的那个目前还没有意会过来。你就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你就是支持他鼓励他。
然后呢，其实啊，你会成为他心中的那个就是他想要给予承诺的那个人的那个对象。只是我觉得他有一些某部分的原因是不能够公开有一个对象的。那优怡这边不明白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但感觉他是不太能够去真的给出一个实质的承诺，就算他私下给你承诺，你也不能够把它揭示出来给世人看的这种。但毋庸置疑，我觉得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呢，未来是会越来越好的而且看起来就是你是那个隐藏版的他的伴侣。什么叫隐藏版的伴侣？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只是不能公开。他看你难过，他其实也会难过的。但他可能会有一些理由或者是原因，他没有办法现在就给你补偿。但是我有感觉他会在未来用一些别的方式，或者是开始会慢慢的付出照顾就是关怀，给予温暖。那我有感受到某一些族群可能是比较像是性伴侣嘛，那你也不要小看自己耶，因为其实你在他的眼中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你几乎符合了他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对象，就是有一些部分的原因不能够帮你好像明目张胆的扶正或者是公开这样这个说法。所以这边就要交给你做选择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选项2的解盘了。好，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当你真正做出了选择，未来你们这段感情将会如何发展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是订阅制的会员。那么如果你的情况属于比较棘手复杂，你需要跟我对谈，那么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我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详细资讯。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祝福。好，也感谢你的订阅跟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跟力量。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嗨，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 UE Tarot 有伊塔罗。现在这个是选项3的占卜。那么我们今天的占卜题目是要来看一下这段关系离开或留下。离开的话我会更好吗？留下的话我们会幸福吗？我该继续等候吗？好，那么在占卜开始之前，我们先开始来抽出一张验证牌，来看一下你们现在这段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好，选到选项3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一段关系啊，有一方感觉啊是比较让你看不清的然后呢，他好像带着很多的刺，他像刺猬一样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那他散发出来的那个气场的形象啊，也是那种理智冰冷的，有一种修行者的感觉，就是清高，你没有办法靠近，不可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呐。它有一种这种距离感，然后呢，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也有可能是他的职业需要他必须要戴着这样子的面具。
总之呢，这一方啊是让人家看不清摸不透的哈，好像仿佛有中间你们都隔着一层雾，雾蒙蒙的。那你依稀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孤寂，你会感觉他好像可能是心中有一些伤痕，所以导致他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啊。你会感觉他应该也是有意思的啊，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你靠近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把你推开，用刺来划伤你，刺伤你。言语啊，也会比较一些比较那种，你会感觉说很不受尊重，怎么会讲得出这种话啊？话有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吗？那好像也平常没有人敢这样对你，就一般正常我们朋友间的互动，不会有这种人会讲话这么难听。那这个人如果说他不在意，那对我讲话那么难听是干什么？那说在意的话，对喜欢的人有必要这么多次吗？可能你会有这种的疑问。好，那我现在讲另一方啊，因为可能他天生就是比较，他的心啊是对宇宙敞开的，他感觉是比较善良的比较真。那这个人啊，就突然觉得好像，因为有注意到他这个冷漠的外表下，很可能是有一颗受伤的心。然后本来只是观察，只是想说，陪伴他，为他加油打气吧。本来是抱着这样很单纯善良的心啊，然后呢，边观察边陪伴啊，渐渐的觉得说，好像就发现自己好像有喜欢上他。然后呢，因为当然也不是自己这么觉得而已，因为对方好像仿佛也有释放出对你是有好感的那只是就是中间隔了浓浓的雾，会让你觉得无法靠近。好，就是举这张牌的例子你看它这是一个雾蒙蒙的，在荆棘的丛林中有一只美丽的鹤或天鹅好了反正就是有一个鸟类在里面。但是你看它就是很雾嘛，你会仿佛一直很想要用手去把它拨开，但是雾嘛，就是不是手就可以拨得开的。然后呢，因为你对他已经有了负担心里已经有了在意，你会开始有一种想要帮助他的心态，有一种想要试着理解他，试着接近他，试着疗愈他。所以啊，你是抱着这样子的初心开始的。可是啊，在这段关系当中，另一个比较让人看不清、捉摸不透的这个人，你们两个的互动模式就变成了好像有一点在操控。不好意思，因为Yui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请多多包涵我的沙哑的声音。好，那另一方这个比较冰冷的这一方他有可能原本也不是想要这样子，因为其实好啦，我讲比较直一点，Yui有感觉到有一种冷暴力的感觉就是这个人他会用冰冷来面对另一个人。那你要想啊，另一个这个人就会莫名其妙嘛，会觉得你对一般人都可以很开朗很阳光嘛，你偏偏对我这种冷暴力，那你是不是有在意我们这段感情啊？是不是这段感情或者是我有 trigger 到一点你的什么点所以一定是有在意，你才会就是让这个就才敢这么敢讲啊，有一种这种感觉这方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比较温暖善良的那一方，比较真的那一方然后呢，这一方啊
比较真的这一方啊，为了想要明白，就会有一些讨好对方的举动，逗他开心啊，给他温暖。本来是单纯的那个，只是想说雪中送炭哈，关心他，就变成了好像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在讨好对方。那这一方呢，戴面具的这一方，冰冷的这一方呢，好像啊，也莫名其妙的变成是在操控对方的那一方了。两个人啊，都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好，我的感觉是这个关系有一种有苦衷的就是说，看起来一个是索讨者，虚所无度，怎么样都不被满足；一个是无限付出，犹如强迫症般的逼自己一直付出，讨好对方。懂吗？就从一开始都是只是单纯的，也许冰冷的这一方只是觉得我就是习惯，这是我的暗喻的，想要跟你划清界限的方式，所以他一直可能都是这样做。对，可能他发现有人对他有情感的话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法。那另外这一方呢，一开始的初心是觉得他冰冷的这方需要帮助。是出自于一片善意，一片真心，但是演变到后来因为看起来是有一段时间，演变到后来一个变成操控者，一个变成给予者，然后都有一点偏病态了，一个一直在操控，一个一直在给予。那突然就两个好像有一天突然发现不对劲了，怎么自己会变这样？冰冷的这方也觉得我好像对他也太过分了，我怎么会讲出这么恶劣的话？为什么？他也想要想清楚为什么。那这个付出一片真心的这个也是可能被他激的也快要受不了，也觉得我也太没有尊严了吧平常也没有人敢这样对我啊，怎么这个人要对我对成这样？何况我们其实是有交情的你有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把话讲那么死吗？然后他也停下来，两边都停下来，在思考这个关系，思考自己怎么回事啊。所以优以这边看起来，你们的选项3的比较偏多数是那个冷战、吵架、分手、断联的族群就是现在是有一些距离的，心与心的距离，或者是你们真的物理这个有远距离，就是要了解彼此不是那么容易的。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的验证牌。接下来第二大题我们就要来看看先简单的看一下，我该离开或留下2个方向大致的发展会如何。然后今天是有延伸占卜，就是隐藏占卜那延伸占卜的话，我们就会再去详解离开或留下实际上会经历什么，你的人生会怎么发展，跟宇宙建议。那么因为这个选项3的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我前面2组的延伸占卜都是解一样，但是我选项3我想要加抽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冰冷来看看他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讨好型人格看起来演变成这样，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比较戴着面具的这个人，我会想要把他看仔细一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到时候再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抽一些塔罗牌。选项3的朋友，如果选择离开这段关系，对他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呢？选项3的朋友，如果选择留下，对他的人生又会怎样的发展呢？各抽一张，再抽一个天使卡好了，这个放中间。好，选择离开，选择留下。这个是
选择离开，抽到的2张牌，这个是选择留下，抽到的2张牌。目前 Yui 这边感受到的是，纵然可能你会觉得听了会觉得有一点痛苦啦，因为看起来好像留下是可以考虑的耶，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人这么难搞，你怎么会要我留下呢？好，那么我们来想搭配几张塔罗牌看一下。宇宙啊，请你告诉我，选项3的朋友如果选择离开啊，他的人生会怎么样？会更好吗？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离开怎么样呢？我有接收到一个讯息，是你们这段关系好像就是要，你无论选择离开或留下，好像就是要断一次哎。我们看仔细好了。现在的局面好像是你不离开也不行啊，因为好像是被对方切断了这个联系，切断了这个连结耶，看起来是有一种被迫的你被划开。哇，选项3的好特别哦。然后呢，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离开啊，好像是必然的，因为呢，你们前面的就像玩乐高好了，玩 Lego， 你如果地基没有建好，你底下都建的都是歪的，到上面的时候就是整个是歪的嘛。你们这个感觉的离开是一个拆毁，一个一个拆掉以后要重新建造。好，我目前领受到的是这样再继续。有一种一刀被一方残忍的划开的感觉，你应该会觉得很难过、很羞辱，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有点太过分了吧？何必这么糟蹋我的心呢？这种感觉，我又不是。我一直都这样子对你好，你为什么要讲这么狠的话，或者是做这么狠的举动呢？好，那么如果你现在听到都还一头雾水的话，那就是很有可能选错组了，就可能要再麻烦你跳回去再重新选择因为这个感觉这个这个关系好像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一方比较可能就有说了些什么比较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举动是要化开的这种能量。好，那我讲一讲另一方好了，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另一方有来看的话，就是比较冰冷的那一方，觉得其实你处理事情可以再细致一点，那你要想对方也是一片真心是善良的啦，那再怎么样就算有很多你踩到了你的点，踩到了你的地雷，但是其实这个人是蛮透明的他的心很真，那你对别人都可以有耐性，其实你对他应该要再处理的细致一点。那现在看起来你也有在自责啦，但是能怎么说呢？好，我们先继续往下抽好了，就突然有一些讯息进来，玉就顺便讲了一下你们这组我好像讲特别长。好，离开的话会怎么样呢？离开的话，对选项2的朋友，人生会怎么样呢？
再一张吧。好哦，出来了。本来想说要放弃，没有，太多了。好，出来。好，离开的话，其实就是你会意识到说，你们这样子的关系已经变成是有一点有毒了啦，变成好像在有一点互相在操控哈，一个用爱在操控，一个用真的是冰冷在操控啊，两个人都有操控哦。那如果你离开的话，你会开始反省自己，会让自己更透明，会让自己回忆过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哦。然后是不是，如果是对比较善良、比较单纯的那一方哦，比较温暖的那一方，可能会觉得说，我自己未来是不是不要再这样子糟蹋自己哦，会有一个反思，然后呢，会比较珍视自己。好，那对于另一方来讲啊，暂时的分开，有一点像是他的救命稻草，就是如果比较冰冷的那个感觉，也是有一些苦衷啊。他好像也觉得是时候该停下来哈，但是看起来是像是按下暂停键，好像并不是叫你们彻底的离开哦。就是这段关系是需要有断过一次，然后呢，两个人好好的反思。那本来对人家比较恶劣的那一方呢，会感到后悔；那对人家比较好的那一方呢，会更珍惜自己。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你选择留下，等一下，选择留下，选项3的朋友，人生会怎么发展呢？会更好吗？选项3的朋友，如果留下来，这段感情会更好的发展吗？对他的人生会更好吗？The Sun。OK， 我再继续看哈。哦。好，这边有出现了有可能个位数的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族群是有3方能量的哦，多角、3角或多角这种。好，如果你选择留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好像也不得，你现在我的感觉是你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好像进退两难的境界啦，所以就是说你们有一段时间需要等这个雾散去。这张你看，如果我们开车到山中遇到了浓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什么？可能先路边停下来吧。那停下来等那个雾慢慢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就有一点这种感觉。那个雾不是你用手出去就可以伸出去就可以拨开的哦，也不是什么吹吹风还是什么它就不见，你只能等到它散去。也就是说，需要你们2个都有一个沉淀的时间。那第3组特别的就是说，这个离开或留下好像感觉串起来的，比较不像前面2组，就是比较明确哈，离开会怎样，留下会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你们这段关系是缘分很深的，要断不是这么容易的。好，有那种业力关系的牌在里面，好，也有像是 The Sun 呢，就是你们已经是这一生就是命中注定要遇见彼此。那你们是很有可能是有灵魂契约的哦，就是有功课要给彼此学。那你们啊，现在的这个过去的阶段啊，断联前的阶段吵架前的阶段啊，
或者是被烙痕化钱之前的阶段呢，是有一点属于那种不好的业力关系，是比较有毒的。那需要经过一个断开，才可以迎向一个正向的、好比较光明的、美好的关系哦。这个关系会转化哦，会转成从不好的就是仿佛是枷锁，然后转成一个自由的、明亮的，成全彼此的。抱歉。然后呢，雾散去了以后，光明进来了。光明进来的时候，照亮你们各自心中的黑暗的角落。其实有一个极度的看起来极度自私、极度封闭，一个看起来极度付出、极度奉献，两个都是有伤哦，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啊，对吧？这么不爱自己，一直给，一直给，给到自己都精疲力尽没有了，还不被对方珍惜啊！对方讲话这么狠，然后这么决绝的来一个斩断，也是不对嘛。这个都是反射出哦，现在宇宙在照亮你们内心阴暗的角落，照亮你们的伤痕。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这个云雾散去之外呢，还要探究自己的内心。就像你现在是开车开到山区遇到浓雾，你停下来，你现在在车上也没事做的话，让自己开心一点吧，听听音乐，打开 radio 听听放自己喜欢的歌，想一想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是不是好久没有注意到自己喜欢什么，好久没有放松了，好久没有单纯的跟自己相处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很好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很 OK 啊。然后你在一个人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会长出力量来，你会开始反思你的过去。然后呢，当你想透、想清楚，被光照清楚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启另一扇门往前走了。这个时候你会陷入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是你选择要不要再回到这个关系了，因为你已经长出了力量，你看到了自己的美好，你看到其实你还拥有很多很多你身边还是有很丰盛啊，无论是资源啊，无论是人脉啊等等无论是爱你的家人啊，都有可能。你会发现说你自己其实是很丰盛，很什么都有，不缺了。你过去真的是有点太消耗自己。然后呢，如果你选择要这时候再继续下去，因为宇宙应该是会再给你们一些契机，让你们又联络起来了。看起来这缘分不会那么容易断。那联络起来以后，就是你的选择啦，你要走哪一条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如果你是有牵涉到三方力量的这个契机很有可能是在这个三方力量解决的时候，你们两个才会再走在一起。这可能是针对个位数的人予以先讲。好，那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看起来就是你们有一个离开是必然的，但是留下也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么的命中注定的味道。所以这选项3的真的很特别。那我们就在延伸占卜的时候再来详解这段关系到底未来是怎么样的发展以及我想要看看这个人这个比较冰冷的这一方，他过去是不是真的是像你觉得受过一些什么伤。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选项3的讯息。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当你做出了决定，做出了选择，未来你们的这段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订阅制的会员。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情况比较棘手复杂，比较需要人讲话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我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详细资讯咯。好，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祝福。也感谢您的订阅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跟力量。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祝福你，拜拜。